好，接下来看川普一系列啊，要退巴黎协定了哈，还要退 WHO 啦什么都要退啦。那万箭是齐发而已吗？是根本就是不是多箭而已，是万箭齐发，影响的真的非常大。当然就职的时候都是以国内为主，所以他讲美国所有的都要以好处啊把。对我们的吞掉的这个利益全部还给美国人，那尤其是关于民调的部分，到底支不支持现在川普上任来所有的政策呢？其实没有一面倒哦。美联社的分析哦，民调认为，成年这个1147名成年人呢，美国人认为提升墨西哥边境，把移民给赶出去这一点，它是合理的重点。但是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这些 WHO 这些呢，就没有获到广泛的支持，甚至对于出生公民权这件事情，引起了未来如果说你的父母不是美国公民的时候，再也失去国籍的时候，现在美国有22个州都提起诉讼，白宫也没在怕，他说我们法院见。所以签的行政命令里面还有员外的计划全部都暂停了，暂停执行审查。所以呢，这90天的时间就要来确定哪些才是符合他的政策目标，当然就包括乌克兰啦。川普2.0延续要抗中吗？这是一个问题，因为力挺川普退出世卫这个人是美国的那个联合国大使哦，他也特别讲啊，他理由是什么呢？不能够容忍中共控制实体世卫组织疫情处理失败，散播各种的危险言论，所以不能容忍被中国宣传，甚至还会无法确保取得联合国高阶职位。川普真的是这样想吗？看起来意见好像不太一样之外呢，这个美中的对抗的氛围其实真的一直在变因为在中国大陆可以给美国关于各种合作的事项，包括科技有哪些呢？还要继续全面的，包括 AI 的这个围堵吗？有一个宣布，科技巨头合资16兆要建的 AI 设施，这看起来才是川普真正在乎的地方。未来呢，包括 OpenAI、软银还有甲骨文3家企业一起投资了500亿美元，成立的这家公司叫 Stargate， 在美国打造的 AI 基础设施他认为才会成为未来美国能够富强的一个关键。这些 AI 基础设施很多，他认为才能够把中国大陆的竞争甩在后面吗？这也是未来值得观察的重点。而中美的外交呢，川普任命的大臣大员们这些官员呢，对华的立场，就是对台海之间的立场，尤其是中国大陆的立场。马斯克很简单不用说了，他除了自己有很多的投资事业、巨大的商业利益获得礼遇之外，妈妈也在那里嘛。新任的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则是说，长期都很强硬的，尤其是面对抖音的禁令，跟川普感觉不太一样。川普也显然是想要放松的而新任国务卿卢比欧一样，刚刚讲到了他就是第一个被中国大陆给制裁的国务卿，现在连去都还有问题，尤其是新疆、香港这些言论呢，让他在中国是行不得也。所以有没有可能他接下来被中国大陆解除禁令？不知道。但媒体的很多分析反而认为他可能会成为一个跛脚国务卿吗？因为要跟中国大陆沟通的时候，他变成没有办法去沟通之外，还有 MAGA 这个派系在抵制他，质疑他外交过于鹰派的话，有没有办法解决呢？他自己回应是说，有信心找到某种解决方案来跟北京接触，怎么个接触不知道，但北京态度有没有软化呢？他说中美高层有必要保持接触，但是谁？一定是卢比欧吗？会解禁吗？不知道。而川普呢，对于中美贸易刚刚提到的，对于中国加征关税，先前喊最高是60个百分比的，现在就是个10百分比的关税而已比外界预期的都低很多，也比墨西哥跟加拿大低很多。所以他说2月1号要开始实施尤其是对于毒品的部分运到墨西哥、加拿大这件事情，他说无法忍受。所以这个关税大刀，中国大陆会怎么因应呢？这个副总理警告了。贸易战没有赢家，保护主义不会有任何结果。而川普这次去包括祝贺他访问团里头，双方是不是有谈成一些关于贸易还有各种合作的可能性跟空间呢？光是TikTok 这件禁令有条件要拿到50%美方这里不管企业家或各方面的股份。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就回应喽。这个是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所回应的。他说，企业营运跟收购应该依照市场原则，由企业自主决定。
才是资本主义吗？如果涉及中国大陆的企业呢，应该要符合中国大陆的法律，就在国际贸易上是如此啊。显然，赖老师，当我们看到川普的新的各种的禁令啊，还包括了性别议题啊，还有移民的议题啊，通通都包含在内。国内各种连党内都不一定跟他意见一致。川普就职了啊，那就职的当天啊。民调马上就开始做了，这是国际间非常有名的民调哈 ，Ipsen 啊，他所做的民调里面发现啊，川普的支持度就有47%，啊，就是说非常认同川普的，也就是说有一半以上的人并不认同川普，才刚刚上任，所以等于是川普完全没有蜜月期，而支持他的没有超过1/2，啊，这个代表什么？代表美国的社会还是撕裂的。美国社会没有因为选举结束以后告一段落，都团结起来，还是继续分裂。所以美国的民主党也好，或者社会的反川普的人数还是超过1/2，他们还是盯着川普看。那么现在已经有22个州要告川普了，所以川普未来美国政府那么一定是在法律诉讼这个部分里面没完没了，因为他只要任何一个行政命令违法，都有可能会被告。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我们就留意到啊，这个。您刚刚提到了川普的几个大将啊，不管是也就是整个国安团队，从他的安全顾问、白宫安全顾问到国防部长，到这个国务卿这么重要的3个人，他们全部是反中的，而且是强烈的反中。鹰派。对，鹰派。所以很多人就会从这个他的3个大将里面来推估这个川普的对中国大陆政策错。我直接就讲错。就像我刚刚所讲的，美国之音的分析里面，而且美国之音是代表美国官方的立场啊，尤其是对外的认知作战的一个机构，是接受政府补贴，由政府补贴，由政府养，然后由政府管理、政府经营，而且负责对外认知作战的一个美国的宣传机构啊。这个是符合你谷歌的用法，是我们的中央社吗？因为这个是符合美国谷歌的用法嘛，因为都是要强调它的资金来源跟背景哈。这样的一个美国政府的认知作战的工具，美国之音啊，我好累，他因为这是美国人要求的哈。然后这样的一个美国之音都认为说这些大臣的意见不重要，他唯一重要的就是川普怎么看法。那川普已经讲了，一切符合美国人的利益，美国利益至上，美国优先，美国优先，美国利益。那我们就问，什么是美国利益？对中国态度强硬，如果符合美国利益，就要强硬；对中国大陆友好符合美国的利益，就要对中国大陆友好。那换言之，也就是说，这个利益的定义完全由川普来决定。那这个他的大臣就麻烦了，他的大臣是意识形态，因为他们是意识形态恨中。可是，如果川普是唯利是图，那只要对中国友好、拥抱、符合美国人的利益，他们就必须要改变他的意识形态，说从恨中国恨得要死，然后爱中国爱得要死。你想想看，这个人格会分裂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他们跟不上川普的角度，他们就准备滚蛋。所以媒体才会分析，可能任期很难很久哦。一般估计卢比奥可能干不到1年。现在美国的国务院已经在对赌了赌盘已经开了赌盘已经开了，大家在对赌说这个卢比奥能不能干得满1年一般估计干不满1年就要滚蛋了。毕竟还是得听大老板的大老板为主，政策会不会轻易改变呢？不知道。但是什么叫美国利益？大老板定义说了算。反正美国人有钱赚，还是我川普有钱赚？对，不知道。我们看这次这个川普就职演说简单几个字来形容他这次演说，就是狂妄自大，然后直接粗暴。没有毫无任何的回避的空间，他就直接明着跟你讲。但是我们仔细检视他所讲的内容，我记得我们来讲的话，我们这个《论语》里面有讲这个孔子曾经说“季夫子，三思而后行”。那孔子最起码说“在思可也”，你最起码要想2遍。《孙子兵法》里面也讲这个智者之虑，就是有智慧的人考虑事情必杂于利害，就是你有利的跟不利的，你都必须要考虑进去，你才能够做出最好的判断嘛。那我们学军事来讲的话，也都是行动方案列举，然后各种行动方案里面要利弊并成，然后最后选出来讲什么样的方案对我来讲最有利，因为每一个行动方案都可能有它的弊端所在，怎么样避其利而取其利，这才是一个这个我们
最基本的一个常识判断。但是我们看到川普这一次来讲的话，他可以说就是直接粗暴，然后没有任何一个思考，就直接这样决定了。你认为这些决定来讲的话，对他来讲，我不认为说是会绝对有利。固然你可以很霸道，他可能认为说是那2枪没有打死他，让他可以活到现在。他自己讲的就是美国，上帝要我留下来拯救美国，所以他现在想要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想要怎么讲他就直截了当的讲。譬如说是他退出了这种巴黎协会的巴黎合约。对不对？然后要大力的去开采石油能源，那你想想会对全世界其他的，包括维护绿色环保自然的人士，会不会对他起了很大的一个反感？因为大家在极力推广地球暖化已经是如此，那他只为了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为了压低我的通膨，我用很低的能源的价格来压低我的通膨，然后我对国外来争取关税。目前我们看到加拿大已经反弹了，加拿大以前是最乖的，杜鲁道已经当乖儿子很久了，但被他讲51州州长哦，他现在来讲加拿大也反弹了，让他讲了一句4个字。奉陪到底，就是你对我实施关税，我也对你实施关税报复。那我美元跟你加币来讲的话，就1比1，大家来兑换。那我相信中国来讲也有很多相关的对策政策。所以我觉得，那另外你说他要收购格陵兰，你会觉得那么容易吗？或许来讲，就算是格陵兰老百姓愿意投入美国的怀抱，但是国际观瞻会怎么样来看待这些事情？那我觉得欧洲的这种德国总理索尔兹他也讲了，我们要团结起来对抗美国。所以我觉得川普这些话、这个言论之后，不管是就这个环保、这个保护地球的立场的这些人士，或者国际博弈的关系或各国国际之间的关系来讲，我觉得他都掀起很大一股波澜。那我不认为他的关税政策能够为美国带来更多利益，因为你这很明显，现在世界的贸易已经复杂化，不是这个19世纪的时候，当初美国你借的一个关税就可以将制造业拉回美国，我觉得不是这么简单。尤其是说，现在你很多民生的基本的物资需要，你美国自己根本就生产不出来，你必须靠这个中国来提供给你。那你现在贸然增加关税，我觉得美国自己本身来讲，通货膨胀是必然的。很明显看得出来了，川普对于中国大陆的态度现在还在审慎阶段推进当中。那到底国务卿有没有可能被解除制裁？这个现在是值得观察，就看大陆要不要解除喽。川普现在我觉得他暂时并不想直接跟中国大陆翻脸，因为很明确的就是他想先稳住中国大陆，再让他先去处理其他的事。因为我们这边也看到了，他国内的事情，我看已经让他会一个头两个大。他第一天就签署了这么多行政命令，然后一大堆州已经告诉他说，我准备要反你，我根本没打算要跟你一起走。所以美国内部其实马上这些风暴就起来了。那大家不要看这个官司好像不是川普在打，这个接下来会引起很多的误议跟各种各样的政治上的风暴。这个不是只是单纯打官司而已。像那天我们也看到，他一宣布移民政策之后，很多移民当然就哭了。那你觉得这些移民就当然哭完鼻子摸摸就回家了吗？当然不是啊。因为你要知道，很多州跟他不一样，可能很多州继续把这些移民留着庇护。对啊，那接下来就会形成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对美国内部来讲，现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开端。那到底会演变到多复杂？说真的，没有人知道，因为不知道川普到底想走到哪一步。所以这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状况。然后呢，当然你们这边也提到了，他停止所有援外计划90天了，所以这代表什么？代表乌克兰会有3个月没有任何来自美国的资源。这个对乌克兰来讲，3个月他怎么撑啊？北约基本上欧洲这些国家能够给乌克兰的东西，大部分都枯竭了。那美国如果再不给的话，乌克兰要怎么再撑3个月？我真的是觉得，可能他就故意借这个方式啊，我要重新再审慎思考干嘛？就在逼泽伦斯基就范。所以我觉得泽伦斯基现在也麻烦大。那导致他对中国大陆为什么一开始没有像大家所讲的这么硬？因为他现在就算说要加关税，也好像也说我2月1号起可能要加10%。那他对墨西哥跟加拿大是不客气，一开始就说要25%。所以我是认为他其实并不想在现阶段跟中国大陆战得太激烈，因为这样对他是不利的。所以我觉得他跟中国大陆短期之内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冲突。那甚至他不是已经放话，他100天之内想要去中国大陆访问吗？那如果现在就起冲突，还访问个屁啊！什么都不用去了，不就是这样？所以我个人认为，至少2-3个月之内，他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应该不至于太差。但是私底下是另外一回事，私底下会不会开始布局修理中国大陆，这是非常有可能。但中国大陆也不是傻的，
中国大陆也早就准备了。但至少也是他认为是可以对战的对手啦哦。好，那对于俄罗斯来讲呢，现在又怎么观察？本来宣布什么24小时之内要让俄乌战争停火的，现在已经做不到了嘛哦。那川普把焦点放在说，至少我们先不给钱，有很多援外的这个经费我都先暂停。刚刚这样讲了，那乌克兰怎么办？3个月没有美国的援助，所以先前拜登赶时间呐，现在一直给的有没有办法撑？可以撑多久？而川普一就任呢，习近平跟普京就先俄中视讯啊，公布这个讯息的目的是为什么呢？互相称亲爱的朋友，也是要给美国看的啦。习近平说，中俄双方要继续深化战略协作，坚定相互支持，维护两国的正当利益。所以当普京说啊，这个未来俄中平等相待，不会受国际情势变化的影响，也就是说，管你川普怎么变，俄中就用联合的方式来应对吗？所以习近平跟这个普京的视讯有1小时35分这么久，讨论了乌克兰，还有跟美国中美国的关系。所以呢，他强调要解决问题。普京说要长期和平，不是短暂的喘息，不是停火停战而已，而是真的可以长期。目的是什么？有哪些条件？这个里头包括了应对外部不确定性，都有更多的大金砖合作，推动合作的空间。相对于川普退出各种组织，这个退那个退的话，他们则是另外有各种的竞合，在包括上合会等等的组织，却是越扩越大，越来越稳固哦。而川普评价俄乌战争呢，他这是直接说罕见的说，普京做的不太好，不开心了哦。他说，在苦苦挣扎不达成协议，就是在摧毁俄罗斯。看看他们的经济就知道了，看看俄罗斯的通膨就知道了，但好像没有那么强硬，至少对加拿大或者对墨西哥强硬许多。上了24小时，大家问：哎呀，俄乌还没停战呢？川普说，普京不上谈判桌，拒绝结束战争进行谈判的话，他就可能会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吗？那在电话里跟习近平还施压，他说的哦，要他介入停战哦。习近平有很大的权力，我跟他说，你应该要把事情搞定。这是交办的概念吗？好吧，泽连斯基怎么办呢？他怎么想？他说寻求跟川普会晤，任何停火协议达成之后，乌克兰至少需要20万名的欧洲维和部队来防止攻击。他已经不讲美国了，你讲欧洲要来帮他。川普暂停美国对外发展援助的这90天呢，乌克兰官员澄清，不影响，真的吗？这道命令并不会影响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为什么呢？这个我就不太懂了。他们是反正之前给的够用吗？还是有其他的方式哦？那欧洲怎么样来看待呢？意大利国防部长说，因应现代国防思维的转变，改以嚇阻还有预防为导向。意大利是不排除派兵到乌克兰或中东汲取经验而已啦，没有真的要参与什么激烈的战事啦哦。那他甚至认为呢，欧洲应该加强国防投资，出于必要。不是因为川普说的，还要特别强调这一点的时候，不此地无银300两嘛？川普2.0拉拢被法国的总理白胡就说了，如果法国跟欧洲对川普政策没有任何反应的话，就会被宰制、碾压、边缘化，甚至警告欧洲可能从同盟地位沦为附庸，因为现在欧洲已经没有梅克尔了。专家分析接下来这种所谓的跟右翼去亲近的模式，都是在分化欧洲。欧盟财政部长达成共识团呢，要团结才能应对美国。大家都知道，27位财政部长都觉得，天哪，美国挑战太大了，这个时候必须要团结。冯德莱恩甚至讲欧盟应该努力跟中国大陆实现互利共赢。这个时候想到要跟中国大陆互利共赢嘞，先前的各种制裁呢，那么展现这个建设性的接触。2025年中欧建交50周年就是一个契机，要改善对华的关系。哇，世界局势变化这么快，赖老师。我觉得这一次习近平跟普丁的视讯会议其实是很重要的，而且时间的选择是非常重要。因为之前普丁已经对外吹风了，说他很快的要跟习近平有个电话一个会议，是很正式的一个会议，但是什么时间一直没有说。结果我们看到川普耐不住了1月17号主动打电话给习近平，因为邀请的这个中国的特使要不要来参加他的就职典礼，一直没有回应，一直到1月17号突然间宣布韩正去，川普的那颗石头总算掉下来了，因为有了一点点颜面。但是问题就在于，你看这个电话打完了，
川普就职的当天，那么习近平跟普丁视讯会议开始了，而且选在当天的中午、下午一点点的时间，而且彼此之间谈了1个小时又35分钟，很长哦。那对外公布的文字稿你念完了以后大概5分钟，所以就代表里面的内涵已经谈到很细了。那根据俄罗斯的这个普丁的发言人对外他传达了几个讯息。第一个讯息就是这个习近平向普丁谈到有关于川普的来的那通电话，就1月17，这很罕见。然后这个中方的评估跟看法是什么？这个极具有价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普丁向习近平这个讲解就是报告了一下俄乌的战况跟俄国对于乌克兰战争他的一个态度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接着他们双方已经强调这个他们会不断的在外交上用紧密的合作的方法，那么尽量在态度上都是一致。所以等于是2个国家要联合起来，来排除外部的不稳定的状态或者不确定的状态。那外部的不确定状态是谁造成的？当然就是川普造成的嘛。所以针对性就很强的。针对性既然这么强，那他们要怎么做？上海合作组织深化，金砖加再深化。我们看到金砖现在越来越多国家已经加入了，所以金砖的伙伴是一直在扩大中。上海合作组织它在这次是中方是主办国，要深化。接着最后他们2位的共同的邀请，就是普丁向习近平邀请5月9号出席抗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80周年。那看起来习近平应该会去。那中方邀请普丁去出席9月3号的抗日战争的80周年纪念。那这代表什么？代表他们中俄要联手，要巩固2次大战的成果，不能够让这些法西斯军国主义纳粹跟美国联合起来推翻了整个2战的这个历史。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话语权的一个争夺，而且呢，等于是证明了一件事情是，今年2025年，习近平跟普丁见面的次数很有可能会超过4次以上因为如果说非常的密切互动，5月9号，那么9月3号就2次了嘛。那如果说上海合作高峰会3次，金砖4次，那再来呢就是我们看到的集团体，是不是普丁也可以来参加？如果可以参加，那就5次了。那如果在 APEC 呢，那就6次那不得了1年12个月见了6次面，对高层的领导人来说，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事情。那对于这个川普来说的话，那今年2025年能不能见得到2位领导人就不确定因为川普已经一直放讯息说，他如果接到邀请函，他一定会去北京。可是到今天为止迟迟没有回应这个对川普来讲颜面也是不太好。另外，他就一直在强调，他希望尽快的跟普丁能够有一个电话，然后最好能够跟普丁能够见上面。普丁说不排除但是问题是要符合我的利益不符合我的利益，我跟你见面干什么？那符合俄罗斯的利益，那结论就是一定是有损于乌克兰的利益嘛，这个很容易推得出来的。最后，我觉得欧盟错掉了，您刚刚讲的没有错。欧盟已经错掉了历史上给他好的机会。2024年中国的外交放在欧盟，也就是希望能够支撑欧盟成为世界的一极。但是欧盟它自甘堕落，要追随美国成为一个小弟。现在川普上来了以后，反打欧盟。那冯德莱恩讲的那句话说哎呀，我们可以跟中国寻求贸易平衡的关系，而且呢讲的耶，对，而且呢，我们要以纪念中欧建交50周年为契机，增加投资，然后再扩大什么？我就觉得让子弹飞一飞吧。等美国这个打你欧洲的关税以后，打一阵子，再看看欧洲还没有元气吧。都忍不住想是同一个人吗？冯德莱恩呢？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曾经说过24小时之内要结束俄乌战争的川普就职了，结果呢？那当然就职典礼
内容里头没有提到乌克兰，却是看到的包括了俄国跟中国大陆双方领袖的会谈。我觉得这次乌克兰真的是看到这个泽伦斯基应该哭晕在厕所里面哈。为什么？现在很明显的，不管是普京跟这个习近平通电话，或者是这个川普自己在就职演中所讲的这些话，我们看得出来，很明显的就是一个这个将中俄两国团结在一起，然后对抗一个分裂的北约。这北约就是美国为首，带着这个欧洲这些国家对抗分裂的北约。那北约为什么会分裂呢？这个最大一个搞破坏者就是川普自己本人在搞破坏，因为他放狗咬人，放谁呢？放马斯克。马斯克到处，我们看到前一阵子他到处干涉各国的内政嘛，干涉各国的选举。那不管他是赞同譬如说赞同意大利梅洛尼的极右派的主张啦，或者是跟德国来讲的话，他也跟他的这种极右派的政党支持他们，发表这些言论，拿钱砸他们，干涉各国的内政，这很明显。那你会不会造成这些国家的分裂？那反而我们看到习近平很快以快制快，就是这个川普，虽然我刚刚讲的，他在就职演讲立刻讲完以后，川普普京立刻跟习近平用视讯的方式通电话。大家不要忘了大家要注意到前2天这个联合国大会里面，中国耿爽哥他讲的那句话，如果中国加入战争的话这个战场绝对不是现在这种样子。那这后面代表的是什么含义呢？就当然第一个，中国来讲没有加入俄乌战争的角色，但如果真的中国要加入来讲的话，那你美国就要当心了。那现在我们看看俄乌战争，如果说川普上台以后，乌克兰会是什么样一个立场？那我先讲我自己个人研判的结论，我觉得乌克兰会被从地图上抹掉了。现在川普已经讲明了，他不再提供乌克兰军援90天，对，90天。但是这90天是谁给的钱？是拜登给的钱。那拜登那时候最后给的那笔钱用完之后，那后续来讲，川普会不会给他钱？会不会继续提供他军援？这真的要打上很大一个问号哦。那川普可能就不再给钱了。那时候怎么办？那泽伦斯基现在的要求是什么？我们看到要求，他说，这个北约国家要到他这个乌克兰来驻军，而且他提出一个具体数据，要20万。那各位想想看，美国已经摆明了，就是你俄乌战争，我们美国绝对不会派维和部队到这边去。那英法等国会不会有可能，有没有这能力派20万到这边去当这个维和部队？我觉得也不太可能。那再来，我们就普京立场讲，他会不会答应？普京绝对不会答应你这个北约的部队进入到这个地方来。所以我觉得泽伦斯基现在要面临的以及后续的状况，真的非常非常的艰难。如果最糟糕状况，你可能乌克兰自己本身在这场战役里面，你最后一条路就整个被从地图上抹掉，没有援助了之后，没有援助了，完全没有援助了，那这个是非常遗憾的事情了。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川普上台，世界在全力重新洗牌吗？那欧洲中俄态度都在转变。我觉得川普恐怕有点把事情想简单了，也就是他可能以为俄罗斯我跟普丁谈，中国大陆这边我跟习近平谈，都是我朋友，对，我就把他们各个分化，他们都会到最后就会听我美国的。我觉得他真是想太多了，因为很明显的就是你上一次已经把大家都吓到了嘛，所以很简单。你没有注意到吗？为什么中俄立刻见面，立刻视讯会谈？理由很简单啊，就是在告诉川普中俄是一条心，不是你随便可以分化。基本上就是在告诉川普这个讯息你不是你想说，因为你看川普自己在电话里头讲，你是有能力的你去搞定普丁啊。习近平又不是你小弟，你以为这样讲会有用？你越是这样讲，习近平越不会动作。然后讲他为什么要去帮你做这件事？你自己在竞选的时候许下的承诺，你自己想办法去解决对啊，看你说你要去制裁俄罗斯，好，你去制裁看看拜登已经制裁了2年多了呀，对啊，俄罗斯看起来也没怎么样所以你看你还有什么进一步的本事去制裁观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黄浅秋。首先这一节跟我们讨论国际以及国内最新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乾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浅秋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再看看在华府川普
正式在就任了之后，有一连串世界政局都因为他的签署，说签到手到断掉为止的各种行政文件而影响，而其中呢，我们的祝贺团呢一度被说是进不了会场。那么韩国瑜在美国率团访问的时候，接受驻美代表宴请，特别说这个是在美国非常丰收的一天，因为希望台美之间的国会层面的交流哦，因为包括这个参众两院的国会互相都有一些议员的拜会跟交流，他说能够更密切，也感谢驻美代表处热情的安排。那当中呢，为什么最后呢，本来是进不了会场，就职典礼会场变小了嘛，进不去的，怎么最后有办法由驻美代表跟韩国瑜两个人进到了体育馆国会大厦这里啦，体育馆是另外一边的观礼，就是用视讯嘛哦。那据了解呢，分别有 A、B 方案跟计划，听起来是谍影重重，很神秘啊。一方面呢，不告诉大家去哪里哈，一方面有一群人先往体育场这里进行，然后另外一边呢，则由韩国瑜于大雷进入了国会大楼，要求所有人守口如瓶，怕被走漏风声。这个时候林佳龙跳出来说了：“哎呦，我是彻夜未眠在指挥呢哈，所以没有时差的，随时跟驻美代表沟通。”向赖总统及时报告，才利用多年经营的外交资源跟人脉完成任务，黄金72小时啊！作战，就进到会场叫黄金72小时，那也被说是突破历年观礼最高的规格。那韩国瑜的出访，其实很多人担心他会不会有被穿小鞋啊，怎么样的啊？他自己公开还有对外的说法，都是说我全权的把这个责任啊，还有行程啊，全部交给外交部安排，尊重他的安排。那最后他也感谢外交部还有驻美大使所有的协助跟安排顺利的完成。那当然这也是中华民国的面子的问题啊，外交部怎么做呢？过去如果美国像艾森豪访台的时候规格之高，我们也没办法比啦。那个时候在台美关系最好的时候，艾森豪啊有高规格礼遇，这画面真是有点像在这个南韩北韩尤其是北韩的画面，如蒋介石亲自接送啊，开敞篷车啊，24名铁骑护送啊，沿途夹道欢迎啊。而川普上任之后，台海的三角关系是美中共管台湾了吗？因为川普很讨厌，大家都知道，在就职典礼，他大部分宣布都是跟内政有关，外交事务不多，反而是在后续所签署的行政公报等等，才有谈到触及比较多。其中呢，就传出来，川普准备要退出印太经济架构吗？那这跟区域的所谓美国各个联盟部署的这个概念不一样，所以台海局势如果在台海川普宣布要退出 IPEF 的话，会不会就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呢？因为川普过去在第一任就有个3不政策，3不就是不在无谓的外交场域多花钱，也不在海外进行接触作战。尤其是重点是不要参战嘛，不要轻易牺牲美国大兵。这个3不要怎么共管台海？就是用关税吗？用压力吗？怎么管？四方安全会谈也是一个关键，大家关注的看到了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在华府展开，他共同的联合声明说要捍卫印太法治、民主、主权、这个领土完整。尤其是这一句，反对任何单方面企图透过武力胁迫来改变现况的行为。路透社分析，这个目的就是抗中嘛，那是川普的相关的重要的行政这些首长们都是抗中的路线啊，也针对中国威胁所提出对台湾的想法跟看法吗？那有没有真的提到台湾呢？目前是看不到，先是看到了川普只对中国大陆提了10%的关税了那中国大陆的部分呢，在武力上面先展现，这一波一波进来特别的密集。例如这个高超音速空对空的导弹第一次曝光，这是中国兵器装备集团装备环境工程发表的论文，证实呢这个高超音速对空的飞弹正研究在如何进行极端耐热的测试，甚至是像模拟火星一样环境的电弧加热风洞，让我们就想到了，在川普的部分不是马斯克要带他上火星吗？说保证在他任内嘛。所以呢，美军有一个 B-21的掠夺隐形战机，被认为是不是就为了这个来做成相对等的武器，构成重大威胁，或者是像佩达可以一顿无人运输机完成测试，准备首飞，这都是重大的突破吗？美日的关系呢，也有一些奥妙之处。之前石破茂一直想见川普，见不到，他现在中国大陆跟美国他都要准备访问。
他说，川普倾向于优先进行双边协商，不是多边框架，1对1的来谈没有要跟你区域一起来谈所以川普政府被认为呢，在经济安全方面重视跟各国的交易。2017年开启的日本对美直接投资余额各增加60%希望，当然日本方面希望有助于接下来谈判筹码，或者像采购武器呢，我买很多美国远程隐形巡弋飞弹有没有办法就以这个批准的项目代表川普说我这里已经给你买了很多但是美军呢有个空投训练在冲绳这里引起了民怨空投各种的物资跟设施的时候，却突然被风吹离原定落下的路线，还掉到海中了。这当中当然有些物资是可能有安全性的疑虑的，军备的物资吗？所以引起了村民都在喊担忧会有重大事故，要求停止训练。冲绳这里已经移防了一部分的兵力，但显然日本这里的民间跟政府的声音还是不太一致彬哥，我们先来看看在韩国瑜访问团到美国去，林佳龙说他简直是不眠不休的在帮忙促成。当然，这一次韩国瑜去的规格确实比过去几届都高了，所以这个外交部的同仁的努力，我们当然要给予肯定。但是林佳龙会不会太为自己略美你说彻夜不眠，随时向总统报告，还利用自己在美多年的人脉，你当外交部长多久？你忘记你之前当的是台中市长跟交通部长吗？你有？我真的有我们不知道的人脉吗？我不知道。我觉得这个有点奇怪。你说萧美琴人脉应该都比你多吧？你到底在说什么？我实在是，你高兴就好了。我只能这样讲。那虽然这次规格当然是比以前好了，讲实在话比以前好，但是史上最高规格吗？也不是啦。大家忘记中华民国以前跟美国是有直接邦交关系的嘛？对啊，那个时候的待遇绝对比现在好。那更不要忘记我们对岸最大的竞争对手，人家是坐在哪里，我们坐在哪里，这个规格还是显然有显著的差异的。所以我是觉得，当然这一次的已经做得不错了，可是也不用过分的把自己讲的好像又是全世界又看见台湾又多好，也没有到这么严重的地步了。那至于说川普现在上来，他昨天一下就签了一大堆的行政命令，然后把拜登的78项行政命令全部都否决掉。那这个家伙就是准备大展拳脚了嘛。那他过去对拜登的那些所谓印太架构或者什么参与国际组织大家都知道，川普现在还是不买单的，他觉得这些东西都没什么意义。所以我觉得印太架构可能大概就是没了。实际上，拜登的印太架构根本也没搞成。为什么？因为印度从头到尾就没说他要参加，那你印印就没有了，那还什么？那就什么都没有就是这样子所以显然川普会玩他自己的，他更倾向于，我觉得石破茂的想法是对，川普是对自己的谈判技巧很有自信的，所以他倾向于一个一个，如果他觉得真的有需要，他可能会单独去找普丁谈，单独去找习近平谈，单独去找很多人谈，但他大概不会用拜登那种方式，就是大家一次排坐，大家一次来谈清楚，他大概不会采取这种招数。那问题是，他对台湾的态度究竟是什么？对我来讲，比较庆幸的就是，至少他登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提过台湾，好险！我觉得还不错，因为最近被他提到，好像运气都没什么好事。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好事，但是他不可能永远不提因为他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总会提到台湾的。那我们有没有相关的这些因应机制？我觉得这一直是我很担忧的，因为看起来赖清德好像最近没有密集的召开国安会议或者什么东西，他关注的都是台湾自己内部的政争的问题，这是我比较忧心的。万一川普出乎你意料之外的做了什么一个决定，那我们台湾到底要怎么样去因应？我觉得这是赖清德必须要赶快去做准备。那至于说中国大陆高超因素是不是专门针对 B21来？老实讲，我觉得这个要牵涉到一个问题，也就是中国大陆已经有办法直接侦测到跟瞄准到 B21了吗？因为它是逆中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是中国大陆科技上的一大突破。你必须要先抓住人家，你才能够射飞弹吧，不然你人家在哪里都不知道你射什么飞弹。那中国大陆发展的高超音速飞弹其实种类非常多了，在各个领域它要逐步发展。为什么？因为以人类现阶段科技，高超音速飞弹很难被拦截嘛，所以这个是他一定会去做的事情。那至于说模拟火星环境的电弧加热，那个其实是为了大陆的，就是太空的
事业去做准备。以后大陆一直想要对火星进行登陆啊，相关的发展、科学的探索，那只是刚好可以拿来测试飞弹作为这样一个用途。那至于低空经济跟无人机，我必须讲，这是未来整个世界发展的重中之重。那你如果没有在这一点跟上，你就很快可能就要被这个世界淘汰。我讲实在话，那大陆这几年低空经济发展非常火热，我看人家无人计程车啊、无人的这些东西啊，然后低空的这些飞行器啊，一大堆都在出来。然后我们台湾一点动静都没有，我们都不觉得很快我们就会被人家完全看不到人家车尾灯了吗？这个东西我是非常担忧了。那至于日本，老实说啊，日本虽然石破茂自认为说2017以来我们已经增加了防卫经费啊，增加了这个向美国直接投资的这些东西啊，所以他有谈判的筹码。真的吗？我比如说你想得太乐观，我觉得川普要的远远不止这些。讲实在话，所以我觉得石破茂你最好多准备一点吧，不然的话你到时候会被打脸。将军怎么看最近密集蛮多的各种武力的展示？我先讲这个中国有没有可能发展高超音速空对空？大家注意到高超音速导弹现在来讲的话，不管俄罗斯或中国来讲，已经展现出很多了。可是问题大概都是由地面发射，因为它体积比较大。你要变成空对空的话，那难度就很高。为什么？因为你这个飞弹的体积就很小嘛，你要挂在飞机上面，那你要飞到那么高的速度，要到超高音速来讲的话，其实在科技上面难度是很高的。如果说是大的话，我当然可以装比较多的燃料，发动机比较强。那你那么小一点，对不对？这么细细长长一根火箭里面要装到这么强的一个这个发动机来讲的话，我觉得难度是很高。但是如果说中国讲这种话，不是我们不可以掉以轻心哈，因为来讲最近我们看到解放军展示一种武器，就是我们看到那个螺旋状的云啊，在广西那边，那他们研判可能是这个氢氧爆震循环发动机，它是温度可以到达3-4千度，那代表说其实这个氢氧旋转爆震发动机，在各国科技界大家都知道，只是说材料我做不出来，因为我的温度可能会到达3000多度，它是用爆炸的原理来产生发动，那速度可以很快。但是就是说你怎么样控制材料30千度，然后不会被燃烧掉，然后而且我还可以很精准的控制。但是我觉得如果说真的是让解放军做出来这种高超音速这个空对空导弹来讲的话，对美军来讲是噩梦，非常严重的噩梦。为什么？以美军现在来讲的话，它的空对空导弹的射程我们以 AIM-105洞来讲的话，最多150公里。那如果说这个超高音速这个时速来讲，我们通常定义超高音速有5马赫以上才算是超高音速。如果它到6马赫以上，我们如果这双方战机互相发现到这个美军战机发现到这个，譬如说歼20来讲的话，就算是150公里，你发现你发射那颗导弹，那你中间只有75秒的时间。那如果说解放军有发射如果说解放军发射的是超高音速打到你的话，只有75秒。你75秒，你飞行员你要怎么样去闪躲啊？你怎么样去规避？我觉得就很难。另外我们看到这个解放军它发展中提供的这个 CH-YH-1000无人这个航空机，跟这个美军在这边空投我觉得就很明显一个对比。美军为什么要做这种空投训练？很明显要配合它的滨海战斗团以岛制海的一种战略，就是说我的滨海战斗团，我占据了一些无人岛之后，我在这边部署反舰飞弹、防空飞弹来对抗解放军的战舰或者是空中战机。但是它的关键，它的短板在哪里？你到这个岛上以后，你后勤补给你怎么办？所以美军就要实施这种训练，用空投的方式给他但是空投来讲没有那么简单啦。当然，你可以说空投很准，低空空投干嘛？可是你这空投下去，有那个降落伞乱飘。我自己曾经有一次这个参加演习的时候，这降落伞，这个伞兵空投下来降落伞，我是地面部队还好，我不是空降部队，他们跳下来，因为一阵风吹过来，在澎湖的时候。那个伞兵被吹到哪里？吹到仙人掌堆里面去了，啪一下去，那在那边哀哀叫。大家都知道澎湖很有名的仙人掌果、仙人掌冰，就是很多很多的仙人掌，然后摔在里面。后来我们变成去救它，你知道这个。可是如果说是用这种空投能力来讲的话，我相信这个无人机来讲的话，它就比较精准。我要到哪个点就到哪个点。
然后而且它是无人机的，它可以短程起降。我觉得从这个方面两者来讲，我们就知道，如果说你要空投作战来讲的话，这种无人机的这种空投效果，绝对比你这种用伞兵空降或空投物资来讲要精准、要有效、要可靠得多。因为战时还有火力的问题，对如果在战时的话，赖老师因为川普一上任，大家在观察他对于中美关系、美中关系的定义。就职典礼一开始并没有琢磨太多，后来签署的这各种的这个命令里头，发现加拿大跟墨西哥他最友好的邻居是25%，那本来先前喊60%的关税，其实签出来是10%，所以接下来在台海这里的态度，如果区域的连结改变政策的话，可能对台湾也有完全不一样的发展。10%都还有变数，因为它是用或许所以这个部分里面，也就是说什么时候会对大陆克，而且大陆什么时候反手拍这个对于川普来讲，他都有一个难度。还有一个部分就是他希望到北京访问，那如果说他还没有去之前他就克了，那大陆就反手了，那还要不要去？我想这个都是有点可笑的事情。现在卢比奥能不能去北京都是一个大问题了。因为很多人都在问说，卢比奥被中国大陆制裁2次，那能不能去北京？大陆的回答是说，依照国家利益为主。那依照国家利益，也就是说制裁还是制裁，可是能不能去？那看起来是不能去。那很有可能，如果说真的要跟中国外长会面的话，那很有可能就是选择第3地了那对于川普来说的话，他连 CPP 他都撕毁了，就是美国所主导的那个 TPP 他都撕毁了。那现在美国拜登主导的 IPEF， 他怎么可能会走呢？所以当然就是再把它撕毁嘛。那加入的国家就愣在那里了，怎么第2次被耍了，对不对？你把我们找来的然后找来了以后玩了4年，大家玩不出什么把戏来，结果川普一上来就说这是垃圾，丢垃圾桶去，就直接撕毁。然后这些国家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连那个 CPTPP 这个日本主导的，可是如果没有大陆加入，这个大家也意兴阑珊，大家宁可去玩 RCEP， 而且因为玩 RCEP， 你看看韩国现在已经变成是大陆的第2大贸易伙伴了，这代表什么 ？RCEP 的功能很强大。好，QUAD 其实对于印度、日本、澳大利亚来说，他只是想要知道还要不要玩下去。那卢比奥的态度就是说再玩下去，可是问题是这不是你说了算因为美国之音在今天都已经公布了，说 QUAD 还能不能玩下去由川普说了算，不是你卢比奥说了算。所以如果川普没有兴趣的话，那未来 QUAD 的首长会议如果一旦不能举行的情形下，那请问一下，其他的3个国家还不要玩？4方4只脚已经断了1只，主要的那只脚是主要的那只脚，那只脚如果断的话，那其他3只脚就没有必要陪你玩了。不过我觉得大陆的军备发展是这样子啦，我们都知道，不管是歼20或者歼35，或者是各种这个动55啦等等，其实它是载具。那你载具提升到这么样的高度，也就是第6代战机的原型机都已经出来了，那就是载具。那另外一个那就是武器了，武器要不要提升？要。所以当载具提升到这么高程度的时候，武器提升到超高音速，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事。所以我想这个这个问题都不大，因为它是完全是符合逻辑的。